江峰世界，朋友们好。在中共官场里头混，历来是个技术活，也是个高危行当。过去大伙儿总开玩笑说，这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是韩国总统，干完一届不是进大牢就是跳悬崖。但实际上，中共的国防部长这个位子，那才是名副其实的断头台，谁坐上去谁倒霉。大家算算账，这个月早些时候，魏凤和、李尚福这两任防长刚手牵着手领了死缓的判决书，这墨迹都还没干透呢，现任国防部长董军人又不见了。5月29号，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防务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会就要在新加坡开幕了。按照惯例，中共这边得是防长带队去撑场面，跟美国防长过招。结果彭博社爆出消息，董军大概率连续第2年缺席，北京那边打算随便拨弄个国防大学的少将去凑数。一国国防部长连着2年不出席国际最重要的防务安全论坛，有人可能会替北京洗地，说这是为了展现大国傲骨，故意不给美国人面子。但凡你稍微深挖一下这2天北京发生的一起极为反常的外事活动，你就会明白，根本不是什么不给面子，而是中南海那位现在连让防长迈出大门一步的胆量都没有了。既然不去新加坡，可以说是战略高冷，那咱们就看看在家门口发生的事儿。5月25日和26日这2天，北京迎来了一位重量级客人，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大家都知道，巴基斯坦在中共的话语体系里叫巴铁，两家有着极深的军事利益和地缘利益捆绑。更关键的是，巴基斯坦是个典型的军队说了算的国家，总统和总理在前面唱红脸，真正掌握生杀大权、决定国家走向的实质一把手就是这位陆军参谋长。所以穆尼尔来北京，这属于铁哥们家里的真主子来了。按照中共严格的外事对等规矩和接待礼仪，防务高层来访，国防部长怎么着也得在欢迎仪式上露脸，陪同会谈，甚至宴会陪坐。结果呢，咱们扒开新华社的报道一看，第一天是外交部长王毅出面接见，到了第2天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生民出面接见，堂堂国防部长董军在这场极其重要的军事外交活动中查无此人，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防长不见客，这已经够反常了，但更绝妙的戏码藏在中共官网的版面里。大家如果有心去翻翻官方通稿，王毅见穆尼尔的时候，官方一口气放了整整3张高清大图，两人握手的、会谈的场面那是相当的热烈，谈笑风生。可是到了真正代表中共军队最高级别由军委副主席张生民接见穆尼尔的时候，新华网和国防部网的报道里头光秃秃的只有干巴巴的文字，一张现场照片都没有。这事儿要是放在正常的国家简直不可理喻，军方最高级别的会见，摄影干事难道全休假了？当然不是。之所以不发照片，是因为现在这支军队的高层已经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互不信任之中。张生民是个什么角色？他原来是军委纪委书记，干的也就是帮着老大在军中抓人的活。就在今年1月份，中共军委爆发了剧烈的大地震，张又侠、刘振立那一批大佬彻底和上面撕破脸，轰然倒台之后，张生民才被推到了前台，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出来主事。现在军委内部的清洗还在剧烈震荡中，余震不断。在这样的节骨眼上，谁站在会议室的什么位置，谁的表情不对劲，谁原本该出现但没出现，全都是致命的政治忌讳。不发照片就是为了遮掩军委内部那种惶惶不可终日的乱象。而董军作为国防部长，连出境的资格都被褫夺了，在本国领土上见老盟友的权利都被剥夺。这就只剩下一个解释，他已经被实质性隔离，或者成了重点的内控对象。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会纳闷，董军不就是接替李尚福上来的吗？也算是中南海那位亲自点将的人选，怎么混得这么惨？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董军从来都不是老大的嫡系心腹。咱们回溯一下董军的履历，
他是个典型的从海军政工系统一路爬上来的将领，他能当上海军司令，乃至后来接任国防部长，背后全靠一座大山，那就是前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地地道道的福建帮大佬苗华。要知道，苗华那可是皇上的绝对嫡系，是替中南海那位把持全军人事的大内总管。当年苗华在海军当政委的时候，董军就是他手底下最得力的小弟。后来李尚福因为装备部窝案落马，老大四顾茫然，环视整个军委，发现火箭军和装备部已经成了贪腐重灾区，根本挑不出一个手脚干净的，这才接受了心腹苗华的推荐，把董军提拔上来当了救火队长。董军上任防长，创下了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个先例。他是首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但他也是几十年来混得最憋屈的一个防长。中共历来的规矩，国防部长最起码得是个中央军委委员，还得挂个国务委员的头衔，享受副国级待遇。但董军干了这么久，既没进军委，也没捞着国务委员，实打实的一个低配防长，在军队内部说话根本没人听。更要命的是，去年底苗华落马了，当时就有传闻说董军被带走协助调查，董军最后是怎么囫囵个走出来的？在这个江湖气息浓厚的军队官僚体系里，拔出萝卜带出泥，董军必然是彻底交代了老领导苗华的所有黑材料，甚至充当了污点证人，才勉强保住头上的乌纱帽。但在中共这种黑帮体制里，靠出卖大哥活下来的二臣，谁敢真信他？中南海那位生性多疑，连自己一手提拔的秦刚、李尚福都能瞬间拿下，面对一个有背叛前科的海军旧臣，怎么可能放心？所以董军不去香格里拉对话，不出来接见外宾，逻辑就完全通顺了。面对今年去新加坡参会的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万一董军在谈判桌上为了给自己留后路，趁机向美国人递材料，全盘托出军委瘫痪的底牌呢？万一他在新加坡那种不可控的国际场合突然来个临阵倒戈，要求政治庇护呢？在独裁者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眼里，防长出国开会的收益远远比不上他叛逃或者泄密的风险。把他像个犯人一样软禁在北京，虽然在国际上丢尽了脸面，但对老大来说，这是维系政权安全的最低成本。朋友们，看着中南海的局势变幻莫测，咱们不光脑袋要清醒，这身体也得跟上，才能有力气跟着江峰一起见证历史。经常有朋友问我，江峰，你天天看这么多资料，熬夜做节目，这精力是怎么保持的？其实啊，我一直在用普瑞堂的高端黑参。大家都知道，参能补气，而这黑参经过了传统的9蒸9晒，精华全锁在里面了。对于咱们这些经常劳心劳力，想增强免疫力的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份贴心的保障。现在普瑞堂为了支持咱们江峰世界，特别给出了专属优惠，只要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在结算时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JF， 您就可以享受到全球免邮费，送货上门。更棒的是，现在有加码福利，凡是购买满500美元的朋友，厂家会直接加赠1根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支持江峰，也请照顾好您和家人的健康，咱们养好精神，一起看大戏。好，广告之后咱们马上回来。当防长沦为看守所里的重点看护对象，底下的军队官僚是个什么心态？很多人以为军头们肯定是被吓破了胆，天天跪在地上表忠心吧。如果你这么想，那就把中南海里这盘大棋看反了。自打今年1月份，中南海那位动用特务手段，靠着王小洪和蔡奇手里的刀把子，把张幼霞等军中大佬给拿下之后，海外一直有2种争论。一种声音说，皇上这招叫雷霆手段，彻底拿回了军权，军中再无敌手。另一种声音，也是江峰一直坚持的观点，靠着家丁和特务去抓军委副主席，完全破坏了中共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恰恰说明他失去了对军队的常规控制力。他人虽然坐在龙椅上，但底下的100万大军心已经彻底凉了，反了。5月25日的解放军报给出了一个实锤证据，
这个证据可以说是今天江峰给大家带来的一个独家爆点。这篇刊登在军报上的文章署名单位非常有意思，叫火箭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人民日报还全文转发。大家别忘了，刚刚被判死缓的魏凤和那是火箭军的老司令，李尚福也是被火箭军的窝案给拖下水的。火箭军之前被皇上清洗的最狠，几乎连根拔起。按常理说，这帮劫后余生的火箭军将领这个时候最该干什么？是不是得在军报上痛哭流涕，天天高喊坚决拥护军委主席负责制，誓死捍卫统帅绝对权威？结果呢，咱们耐着性子把这篇名为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的长文读完，就会觉得不可思议。通篇文章洋洋洒洒，竟然只字不提中南海那位过去10年来天天挂在嘴边的军委主席负责制。相反，他把中共建军早期的老祖宗规矩给搬出来了，白纸黑字的写着党委支部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朋友们，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政治语境下出现，无异于公然造反。大家知道，皇上从2015年搞军改，大刀阔斧搞5大战区，剥夺各军区司令的人事权、后勤权，甚至搞了个干部评审机构，让彭丽媛在里面坐镇。图的是什么？图的就是把集体领导彻底废掉，把军权集中到他一个人手里。战区司令最后只能管日常训练，连提拔个连长都得看上面的脸色。现在被清洗的最惨的火箭军，居然在军报上公开喊出要回归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就是在隔空打牛，直接否定了2015年以来的军改路线。这等于在说，我们不认你那个军委主席负责制了。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刺激，咱们再往下看，文章里还有2句话，简直是直接指着塔尖上那位的鼻子开骂了。一句是谈怎么选拔干部的，文章里说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提高知识识人穿透力和精准度。这话什么意思？过去这几年军队人事全靠皇上的个人喜好，谁顺眼提拔谁，结果提拔上来的哪一个不出事儿？火箭军这是在嘲讽上面，你那个什么干部评审小组根本不行，识人不明，把军队搞得乌烟瘴气，现在必须把人事权交还给组织，不能由着你一个人胡来。最绝的是另一句，文章居然语重心长地呼吁带头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好讲真话的表率，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营造说实情、见真言、敢斗争的浓厚氛围。看到这儿，懂中共黑话的朋友估计都得笑出声来。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这说谁呢？这就是在讽刺皇上心胸狭隘、生性多疑呀。你在军队里大搞特务治军，今天抓这个，明天抓那个，听不得半句真话，哪里还有一丁点容人的雅量？所以咱们把这篇文章看透了，结论就不言而喻了。火箭军被清洗成那样，现在不仅不表忠心，反而敢在最高级别的军报上明目张胆地否定军委主席负责制，呼吁分权，讽刺最高统帅没有雅量。他们为什么敢写这样的文章？原因只有一个，皇上的军权是外强中干。咱们现在把目光看向世界的另一端，那些被中共视为敌人的西方民主国家正在干什么？5月26日，美日印澳4方安全对话的外长们正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围炉夜话。这场会议不仅是针对中共的一次地缘包抄，更是在中共的经济命门上狠狠捅了一刀。会议期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直接拉着印度外长苏杰生签了一份重磅协议，保障关键矿产和稀土矿产开采与加工供应链框架协议。大家知道，中共在国际上横行霸道，手里一直捏着2张自以为是的底牌，一张是用来武力恐吓周边国家的台海军事威慑力，另一张就是垄断全球新能源和半导体命脉的稀土牌。过去几年，中共动不动就拿限制稀土出口来要挟西方，结果呢，卢比奥这次跑去新德里不谈虚的，
直接砸真金白银。印度本身就拥有全球第3大稀土储量，只是一直缺乏开采和分离的先进技术。现在美国带着资本和技术进场，联合日澳，直接在印度打造一条完全独立于中共之外的稀土供应链。这招釜底抽薪，等于是把中共手里的最后一张经济王牌给彻底废了。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咱们把视野稍微拉远一点。就在这次新德里会议上，4国宣布启动印太海上监视合作倡议，并要在斐济搞港口基础设施合作。这可不是随便建个码头那么简单。大家如果记性好，应该记得2021年美国传统基金会发布过一份关于奥库斯，也就是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关系的重磅报告。那份报告里明确引用了美军印太司令部前司令戴维森的预测，中共为了转移国内不可调和的执政危机，极有可能在2027年发动攻台战争。这份报告提出，为了应对2027年的大限，必须立刻把美军的核潜艇、补给船和维修力量前沿部署到澳洲。到了2026年，美国不仅把奥库斯的水下核威慑网给铺好了，而且通过这次新德里的4方会议，把水面监视和太平洋岛国战略支点的大网也彻底收紧了。天上有卫星，水面有4国联合海上监视网络，水下有前沿部署的核潜艇，一张海空天立体的绞杀网已经对着中南海当头照下。这个时候回头看看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下午的记者会上被外国记者问到对4方新倡议怎么看时，只能干巴巴地背了一句反对排他性小圈子，连抗议都显得气若游丝。为什么？因为军方的大佬们连去相会跟美国当面兑现的胆量和人选都没了，外交部的嘴炮还能硬得起来吗？董军不能出境，不能发声，绝不仅是个案。种种迹象表明，中南海那位对政权失控的恐惧已经从军方高层一路蔓延到了民间的精英阶层。就在董军缺席香格里拉对话的消息传出的同一天，外媒爆出了一条让整个中国科技界寒蝉若惊的新闻：中共有关部门开始严格限制国内顶尖 AI 人才的出境，包括阿里、DeepSeek 等知名民企和初创公司的创始人、核心工程师出国全都需要经过极为繁琐的层层审批，甚至实质上被下达了边控令。过去老百姓听得最多的是体制内的处级以上干部、国企高管的护照被收缴，那好歹算是内部纪律。但现在这种严密的边控手段竟然直接套到了完全属于市场经济的民营企业家和科技骨干头上。这跟不让董军去香格里拉对话其实是同一个底层政治逻辑，极度缺乏安全感引发的被害妄想症。在塔尖上那位看来，今天的中美博弈除了军事，最重要的就是 AI 等前沿科技。这些脑袋里装着算法，手里握着顶尖代码的科学家，只要一坐上飞往国外的航班，谁敢保证他们还会回来？万一他们受不了国内动辄封号查水表的环境，留在海外给美国人效力怎么办？既然留不住你的心，那就锁死你的肉身。皇上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祭出最原始的特务手段，把所有人圈禁在国内。在中共眼里，你们都不是国家的栋梁，你们都是随时可能泄密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整个中国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退化为一个密不透风的巨大看守所，把精英阶层圈在看守所里不让走，那广大的底层老百姓呢，对付底层，中南海用了一套极其险恶的招数，金融绑架。咱们来看今天国内的一组经济数据，中国央行急吼吼的把中期借贷便利的利率降到了创纪录的 1.45%， 但另一头的数据直接给了央行一记响亮的耳光。今年一季度中国信用卡活跃账户暴跌了 1.2 亿张，这是个什么概念？老百姓已经彻底看透了这场把戏。经济大萧条，大家收入锐减，对未来充满恐惧，谁还敢去借钱消费？唯一的本能就是捂紧钱袋子，提前还贷，注销信用卡，彻底躺平。你利息降得再低，我不借你这钱总行了吧？很多海外的经济学家，包括国内体制内一些还有点良知的学者，都在大声疾呼，
既然经济通缩到了这种程度，消费彻底冰封了，你学学美国，学学欧洲，甚至学学台湾，直接给老百姓发钱，发消费券不就行了吗？国库里那么多钱，拿去大撒币，拿一点出来给老百姓兜兜底，让老百姓吃顿好的，买件新衣服，经济这潭死水不就活了吗？但是中南海为什么打死都不干，宁愿一次次无底线的降息，宁愿搞什么以旧换新，骗大家掏空钱包，也坚决不给老百姓兜里塞一分钱。透过表象看本质，这就是降息和发钱背后截然相反的政治逻辑。发钱的本质是什么？是赋予老百姓经济上的自由。如果老百姓手里有了国家无偿发放的真金白银，没有了债务的重压，老百姓就会有闲心去思考，会有底气去维权，会对这个不公的体制产生独立的判断。一个经济独立自主的公民群体是任何独裁政权最大的噩梦。而降息的阴谋是什么？是诱导你背负债务。央行把利息降得极低，就是为了在房产泡沫破灭、经济下行的时候，继续哄骗你去贷款买烂尾楼，哄骗你去买那些你根本不需要的大件商品。中共的算盘打得很精明，只要你在贷款合同上签了字，背上了30年的房贷和还不清的消费贷，你就把自己未来的30年，甚至你子孙后代的劳动力，全部抵押给了中共的国家银行。这套逻辑听着是不是特别耳熟？没错，这就是中共在国际上搞一带一路所使用的同款债务陷阱。咱们看看过去10年中共对斯里兰卡、对非洲那些穷国是怎么干的。先是通过贿赂当地官员，塞给你一笔巨额的低息贷款，忽悠你建港口、修铁路。等你国家经济出了问题，还不清贷款了，中共就会露出獠牙，逼着你签订卖身契，强行租借你的战略港口99年，甚至控制你的国家命脉。中共对一带一路国家干的那些丧尽天良的勾当，就是用债务剥夺主权，这邪恶本质永远不变。今天中南海那位把这一套对付外国人的阴狠招数原封不动地用在了中国老百姓身上。好了，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请您务必点个赞，把视频转发给更多的亲朋好友，也欢迎点击订阅频道并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